2023年10月20日凌晨，缅北果敢卧虎山庄。这本该是一个普通的夜晚，但在转移数千名被囚禁人员的过程中，明氏家族的士兵突然向人群开火，这就是震惊世界的1020惨案。据多个独立信源及当地媒体披露，这场屠杀中有数十人伤亡，而真正让这起事成为转折点的，是一个未经官方证实却在边境广为流传的消息。在遇害者中有4名身份特殊的中国籍人员，他们不是普通的受害者，而是潜伏在园区内进行取证的卧底警察。这一枪打穿了底线，也触碰了东方大国的逆鳞。一场史无前例的雷霆风暴就此展开。要理解为什么明家敢如此猖狂，必须看懂这里的权力游戏。长期以来，果敢由4大家族把持。白家曾任果敢自治区的主席，家族控制百胜集团，是名义上官方代表，也是最大的保护。魏家手握兵防营，是唯一拥有正规军权的家族。其女魏荣，名下的亨利集团利用网红效应，将无数年轻人骗入园区。刘家被称为果敢首富，控制福利来集团，早年靠贩毒起家，后转型地产和电诈。另一个刘家主要控制矿产，其家族势力涉及将被榨干价值的受害者转卖为矿工，他们瓜分了军政、赌场和园区，是所有罪恶的房东。而明家作为第5股势力，是后来者。为了上位，家主明学昌和他的孙女明珍珍选择了更激进、更残暴的卧虎山庄模式。不同于4大家族的公司化运营，卧虎山庄更像是一个集中营。这里有私人武装警察营，有水牢，有针对逃跑者公开处决的机制。1020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在整个缅北诈骗帝国的覆灭史中，1020事件绝对是一个转折点。在此之前，缅北4大家族和明家虽然也受过中方的压力，但他们认为天高皇帝远，顶多叫几个人应付一下。但1020事件后，性质彻底变了。当时中方已经开始对缅北施加巨大的外交压力，要求遣返诈骗人员。明家作为卧虎山庄持有者，感到风声紧，决定将卧虎山庄内数千名猪仔转移到更隐蔽的白鹤公馆，继续从事诈骗。在转移的过程中，由于人数众多且监管混乱，部分受害者试图集体逃跑，明家的武装守卫随即就下令开火。根据幸存者的描述和当地的媒体报道，守卫使用了机枪扫射，并将部分试图反抗的人活埋。据传当晚至少就造成了60到70人身亡。如果仅仅是普通的猪仔被杀，虽然残忍，但可能不会引发后来如此雷霆万钧的国家级行动。让事件性质发生质变的是那个未经官方证实，但在东南亚情报圈和坊间广为流传的消息：卧底警察遇害。传闻在试图逃跑并被杀害的人群中，包含了4名中国警方派去的卧底侦查员。更令人发指的细节是，传闻这些卧底在混乱中已经亮明了身份，试图阻止屠杀。但杀红了眼的明家武装不仅没有停手，反而为了掩盖罪行，选择了将他们一同杀害，有的甚至活埋。这就是所谓的触碰逆鳞。杀害卧底执法人员，等同于向该国政府宣战。帝国崩塌这起事件直接导致了中国对缅北态度的根本性转变，从劝返施压变成剿灭拔除。那中国政府用了什么方式来通缉他们呢？第一，官方通缉。仅仅20多天后，11月12日，中国公安部不再给面子，直接发布 A 级通缉令，指名道姓通缉明学昌、明国平、明珍珍等人。通缉令中罕见的使用了情节极其恶劣、后果极其严重这样的措辞。第二，军事打击配合。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随即以替中国打击电诈、为1020死难者讨公道为政治口号，发起了对果敢老街的总攻。中方对此在边境采取了默许甚至封锁配合的态度。第三，明家灭门。在巨大的压力下，缅甸军方为了自保，选择抛弃明家，而对日益猖獗的跨境电诈和1020事件的挑衅，中国政府的反击是全方位立体化的。这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混合战争。中国公安部联合央行、运营商，在全国范围内清理涉诈银行卡
和电话卡，直接就切断了诈骗集团的洗钱通道，让他们有钱拿不到。第二阶段，釜底抽薪，大劝返。2021年起，中国多地政府就发出最后通牒，涉贷缅北人员若不回国，将注销户籍、冻结财产，甚至影响子女入学。这招让园区陷入史无前例的用工荒。数据显示，近1年时间就有数万名涉诈人员被迫回流。第三阶段，虽远必诛，联合执法。针对1020事件，中方不再忍耐。2023年，中泰缅老4国警方启动联合打击行动。与此同时，缅甸北部的果敢同盟军以铲除电诈为旗号下山，向4大家族发起军事进攻。在巨大的压力下，缅甸军方为了自保，选择抛弃民家。从2023年11月12日发布的通缉令到家族覆灭，仅用了4天。11月15日夜，自知大势已去的家主明学昌在豪宅中畏罪自杀。11月16日，曾经不可一世的长公主明珍珍被押解到了中缅边境口岸，镜头记录下了她最后的样子：素颜、恐惧、狼狈。他或许曾以为家族的武装能保护他一辈子，但在国家意志面前，这些武装不过是土鸡瓦狗。明家的倒台引发了骨牌效应，随后白所成、魏怀仁等4大家族的核心成员相继被捕移交。摘至2023年底，共有4.4万名欠诈嫌疑人被移交中方。这场持续多年的缅北电诈毒瘤被中国警方以雷霆手段强行切除。故事的结局比我们想象的来得快，也更加彻底。2026年1月29日，明珍珍、明国平以及他们手下的9名骨干，共计11人，在浙江温州被依法执行死刑。那个曾经在卧虎山庄不可一世、视人命为草芥的长公主，在27岁的这一年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，真的非常年轻啊！2026年，4大家族之首的白家也迎来了清算。白家2公子昌盛科技园的原创人白应昌在深圳被处决。而曾经的果敢王白所成，虽然在一审中被判死刑，但最终在恐惧与病痛中死于狱中，没能等到执行的那一刻。从2023年的1020枪声到2026年初的正义枪声，我们见证了一个罪恶帝国的彻底覆灭。明家没了，白家亡了，11条人命的判决对卧虎山庄里所有亡灵的告慰。但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根据 MHO 马来西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，新的园区青松园区还在窥视，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。据了解，狡猾的病毒产生了变异，在缅北被围剿的同时，大量漏网之鱼，那些最核心的技术骨干和蛇头，带着数据和资金疯狂南下，涌入了泰缅边境的苗瓦底。在这里，一座名为青松的新园区迅速崛起。很多人分析为什么是棉瓦底呢？因为这里是由克伦边防军控制，连缅甸中央政府都插手不进，是真正的三不管的地带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根据报道的一些新闻，那是不是真的是电诈园区呢？还有待澄清。根据刚才的1020事件，中国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，任何试图挑战底线、残害同胞的势力都将付出毁灭性的代价。但只要人性的贪婪还在，诈骗就像幽灵一样，在地球的某个角落会重生。从卧虎山庄的枪声到青松园区的霓虹，这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。国家已经为人民挡住了最黑暗的风暴，但最后一道防线始终在我们的手里。不要相信天上跌下来的馅饼，不要试探人性的深渊，因为在边境的那一边不是淘金者，你只是他们眼中行走的 ATM。大家一定要小心哦。